大舰巨炮的终极浪漫，工业时代的暴力美学，海上行走的钢铁堡垒，它的名字叫做战列舰。但就是这样一个早已沦为船坞看守员的老古董，却随着美国总统的一番话，再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最近在弗吉尼亚州匡迪科海军陆战队基地中的一次讲话，特朗普深情地提出了让战列舰回归的构想。他公开怀念战列舰那漂亮的6英寸实心钢，同时嘲讽现代军舰的铝制船体，在导弹面前看一眼就会融化。这番话引爆了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难道美国有计划重启战列舰时代，让这些曾经的海上巨兽重返大洋吗？在今天这个导弹满天飞、无人机像蜂群一样出动的时代，战列舰引以为傲的厚重装甲究竟是坚不可摧的终极盾牌，还是一个巨大醒目无法躲藏的完美靶子？现代军舰的铝制船体就真的如此不堪吗？美国又是否会把这些战列舰打包送给乌克兰，让其出现在全世界最危险的黑海战场上，呈现出海战版的文艺复兴？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得先搞清楚究竟什么是战列舰。作为19世纪海上军工力量的结晶，它就是一个国家海军力量的终极体现，一个移动的海上炮台。所有设计核心都围绕着3个要素：炮够大，甲够厚，国家实力够强。而在战列舰这个名人堂里，如果说谁能站在金字塔的顶端，那答案只有一个：美国海军的终极之作——压华级战列舰。这家伙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将大舰巨炮4个字演绎到极致的巅峰代表。那么被称为终极战列舰的压华，它的强大究竟体现在哪些令人发指的细节里？首先是它的核心灵魂——强力火炮。压华级装备了3座3连装炮塔，共9门 MK7 型16英寸50倍镜主炮。这里的每一个数字都代表着工业时代的极致暴力。16英寸也就是406毫米的口径，炮弹直径比成年人的腰还粗。50倍镜意味着超过20米的炮管长度，相当于一节火车车厢竖起来的高度。更长的炮管赋予炮弹更高的初速和更远的射程。它发射的最重 MK8 型穿甲弹重达 1.22 吨，比一台普通的小汽车还要重。当这枚飞行穿甲弹被炮膛内的300公斤发射药推出时，炮口初速高达音速的2倍还多，你根本看不到它的轨迹，只能听到一声撕裂空气的巨响。这枚炮弹能在90秒内飞行超过38公里，从高空以刁钻的角度砸下，其恐怖的动能足以击穿当时任何战列舰的主装甲，或洞穿10米厚的钢筋混凝土工事。而这样的毁灭性打击，压华每门主炮每分钟可以来2次，9门齐射不亚于一场钢铁风暴。讲完了火炮，我们再来看它的防护装甲。压华级采用了经典的全或无装甲布局，简单说就是把全身最厚的钢板集中保护战舰的心脏地带，比如弹药库、动力舱和指挥室。它的主装甲带厚达307毫米，并以19度角向内倾斜，这个设计能极大增加炮弹的穿身距离，甚至有几率直接将炮弹弹飞。而保护主炮塔的正面装甲更是厚到夸张的17英寸，将近半米厚，重量超过一辆 M1 主战坦克，可以说是当时最坚固的移动盾牌。当然，只有坚船利炮还不足以称霸大洋。压华还有一个绝活，那就是怪。它体内的8台锅炉和4台蒸汽轮机能爆发出超过21万匹的恐怖马力，让这艘近6万吨的钢铁巨兽能以超过33节，也就是时速61公里的速度狂飙。这个速度不仅能甩开当时绝大多数战列舰，更重要的是能紧跟美国海军的核心航空母舰编队，成为航母身边最可靠、最凶狠的持枪护卫。这也是压华级诞生的核心战略意义。在广阔的太平洋战场，速度就是优势，也是生命保障。能伴随航母高速机动，意味着压华不仅是独立的炮击平台，更是整个航母战斗群中无法被替代的攻防核心。它既能为航母撑起防空保护伞，也能用巨炮为航母抵挡致命威胁。当然，火力军说压华最强也不是空口白话。我们把它放到二战末期那个诸神之战的擂台上，看看它和各国的顶尖战舰相比，到底强在哪里。首先是日本的巨兽大和级，它拥有人类历史上口径最大、威力最强的18.1英寸主炮，是战列舰中的火力之王。但战争从来不是简单的数学题，大和级为了追求极致火力和防护，成了一个严重的片刻生。它的最大航速只有27节，在压华级的33节面前，就像一个笨重的相扑选手，没跑2步就开始喘了。更致命的是，压华装备了当时最先进的 MK8 雷达火控系统，能自动解算射击诸元，引导炮弹飞行。而大和的光学测距和早期雷达在精度和反应速度上都要落后一个时代，胜负的天平早已倾斜。只可惜传奇的大和号直到沉没，也没迎来一场他所设想的武士对决。接下来是德国的传奇俾斯麦级，它以精良的工艺和出色的存管设计闻名，是条非常抗揍的重甲战舰。
但它的问题在于设计理念已经落后。8门15英寸主炮在口径、射程、弹重上都全面落后于伊阿华。滑地投射上，伊阿华几乎是它的2倍，而俾斯麦号因单传舵被毁而动弹不得的悲剧，直接促使美国设计师给伊阿华装上了带重甲防护的双传舵。可以说，俾斯麦用自己的生命为伊阿华的生存性上了最重要的一课。擂台的另一边是日不落帝国的最后荣光前卫号，它是英国最大最快的一艘战列舰，设计先进，被称为最豪华的海上堡垒。但它的尴尬在于，因为战时赶工，它搭载的竟是一战时期的8门15英寸老炮。虽然经过改造，但在伊阿华的全新16英寸重炮面前，无论是射程还是威力都显得力不从心，就像给顶级赛车手配了一台老爷车发动机。最后是地中海的2位选手，法国黎塞留级和意大利维内托级。这2款战列舰都极具特色，但共同的问题是吨位限制。由于海军条约，他们的标准排水量都被限制在35000吨级，不得不在火力、防护和航速间做出痛苦取舍。而伊阿华作为条约失效后的无限制级作品，标准排水量高达45000吨，能用多出来的1万吨去堆砌更强的动力、装甲和火炮，能带来什么优势不言而喻。所以伊阿华的强大不在于某一项指标的一招鲜，而在于它几乎没有短板。它像一个6边形战士，将战列舰的核心要素完美融合一体，是那个属于钢铁巨舰的时代最后也最耀眼的一抹余晖。然而就是这样一艘几乎将自身进化到完美的6边形战士，却在它诞生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过时的命运。这并非因为它不够强大，而是因为整个海战的游戏规则被一项颠覆性的战术彻底改写了。这项技术就是航空母舰和它搭载的舰载机。战列舰的衰落是军事史上一个最经典的降维打击案例，核心逻辑只有一个词，那就是射程。我们来看一场模拟海战，这边是伊阿华级战列舰编队，它的大炮最远射程38公里，而在地图另一边是航空母舰战斗群，它的舰载机可以从多远的地方攻击呢？答案是300至400公里。38公里，对，400公里，这是一个超过10倍的碾压式射程差距。这意味着，当战列舰还在搜索敌舰时，航母的攻击机群早已在它的视线之外完成集结，从天而降。战列舰的巨炮甚至连反击的机会都没有，因为炮口根本够不着敌人。二战中一次次血淋淋的战地都在印证这个残酷现实。从塔兰托港的意大利战列舰到珍珠港的美国战列舰舰队，再到中途岛海战，航母之间的超视距对决彻底宣告了大炮巨舰时代的终结。战列舰这个曾经的海上霸主，沦为了为航母护航的移动防空炮台和欺负弱小的对岸支援工具人。它的落幕并非输给了更强的战列舰，而是输给了来自天空的全新作战维度。在绝对的射程优势面前，再厚的装甲也只不过是一个更大更显眼的移动标靶。按理来说，一个被时代淘汰的武器，往后的故事跟它也没关系了。但伊阿华级的未来却迎来了一个惊天反转。时间来到20世纪80年代，冷战铁幕笼罩全球，时任美国总统里根推出了雄心勃勃的600艘舰艇海军计划。而就在这时，有人把目光投向那些已退役封存的伊阿华级战列舰，一个大胆的想法应运而生：这些钢铁巨舰能否重返大洋？当然，美国海军并非真的让战列舰去玩炮战，他们看重的是伊阿华巨大的舰体、厚重的装甲和无与伦比的平台潜力。在他们眼中，这艘巨舰是当时最坚固、最抗揍的武器搭载平台，稍加改造就能成为让苏联海军都头疼的海上武库。于是，一场魔改就此展开。首先，工人们拆除老旧高炮，换上4座密集阵近程防御系统。这种外号海上 R2D2 的加特林机炮，能以每分钟4500发的射速编织出一道金属风暴，拦截反舰导弹。但这仅仅是开胃小菜，真正的重头戏是攻击能力的革命性改造。工程师们安装了8座装甲发射箱，里面是32枚大名鼎鼎的战斧巡航导弹。这让伊阿华一夜之间从近战突击手摇身一变，拥有了超过2500公里精确打击能力的远程杀手。此外，他还加装了16枚鱼叉反舰导弹，获得了超视距打击能力。就这样，沉睡了近30年的伊阿华级，仿佛一个归来的兰博，被授予最先进的武器，再次披挂上阵。在80年代及90年代初的海湾战争中，重出江湖的伊阿华级确实打出了风采。他的16英寸巨炮一次次向伊拉克海岸阵地发出怒吼，同时他也多次发射战斧，精确摧毁了伊军指挥中心。一时间，这些古董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但即便如此，这场现代化改装还是无法掩饰战列舰的巨大缺陷。那么这个看似无解的巨大缺陷到底是什么？答案来源于3个字：性价比。我们先来看火力。改造后的伊阿华能携带32枚战斧，听起来很厉害，但在队友面前就不够看了。
一艘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导弹载荷是122枚，一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也能携带超过90枚，而且他们使用更先进的垂直发射系统，能以更快速度应对威胁。而伊阿华那32枚战斧数量少，还装在老式发射箱里，打一发少一发，无法快速再装填。这就好比一把 M16自动步枪和曾经的春田步枪相比，持续作战能力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再来看成本，这是一个更恐怖的对比。操作一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需要约300名船员，而操作一艘蒸汽动力的伊阿华需要超过1500人，是现代驱逐舰的整整5倍。5倍的人力意味着5倍的薪水、补给和训练成本，却只能换来不到1/3的导弹火力，这笔账怎么算都是亏本买卖。所以当冷战结束，美国海军削减预算时，这4艘吞金巨兽就成了第一个被开刀的对象。第二次服役不到10年，就再次被匆匆封存。讲到这里，我们可以回答开头的那个问题：特朗普总统推崇的6英寸实心钢在今天还管用吗？答案是不但不管用，反而会成为最致命的催命符。二战的装甲是为硬扛二战的穿甲弹，而今天的反舰导弹早已进化，它们拥有超音速甚至高超音速突防能力，战斗部也花样百出。在这些为穿刺设计的导弹面前，战列舰的厚重装甲防护效果非常有限。更可怕的是，这身装甲在现代战争中产生了一个致命的新概念——反向目标价值。在二战，厚甲意味着高生存性，但在今天这个由卫星、无人机编织出的全球侦察网络下，厚重装甲不仅拖累航速，它的雷达反射截面积在敌人屏幕上也会像黑夜里的火炬，最终沦为完美标靶。所以我们看到，现代军舰的设计早已从如何挨打转向了如何不被发现和如何成功拦截，这才是铝制船体背后的真正逻辑。通过隐身设计、电子战和防空网络来避免被击中，才是现代海战的生存之道。那么我们再做最后一次思想实验，如果美国真把一艘魔改后的伊阿华打包送给乌克兰，让它驶入黑海，会发生什么？我们先看乌克兰海军是怎么痛击俄罗斯黑海舰队的。他们靠的不是坚船利炮，而是廉价、高速、打了就跑的无人自杀艇和西方援助的远程导弹。这是一种典型的非对称打法，用低成本高隐蔽性武器去攻击高价值、反应慢的大型目标。而当伊阿华这艘终极高价值、零隐蔽性的巨舰驶入黑海，它会瞬间成为俄罗斯所有火力的唯一焦点。克里米亚的堡垒岸基反舰导弹、空天军的轰炸机、黑海舰队的护卫舰和潜艇，会把所有武器都对准这一个目标。伊阿华的4座密集阵也许能拦下第一波、第二波攻击，但面对饱和式导弹攻击，它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而它一旦被击沉，其政治和心理冲击将是毁灭性的。一艘象征美国海军荣耀的历史名舰，在现代战场上被轻易击毁，无异于向全世界宣告传统海上力量的彻底破产。所以归于历史的产物，就让它回到人们的回忆中吧。无论是伊阿华战列舰，还是俄乌战场上的 T54 坦克，还有那站在远方的 T34， 别看热闹了，普京已经在朝你招手了。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别忘了点赞关注，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除了伊阿华，在你心中还有哪艘战列舰是真正的无冕之王呢？欢迎在评论区分享给大家。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T 恤，不仅超有态度，还堪称性价比之王。首先，它超级轻，拿在手上轻飘飘，穿上身更是零负担，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剧透气，就像会呼吸一样，就算在外面跑一天，也能保持干爽，彻底告别黏腻感。最关键的是，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仅需很少的钱，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质量和舒适度绝对远超这个价位，闭着眼入都不亏，多买几件换着穿也毫无压力。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这种宝藏 T 恤手慢无，赶紧去抢。